走在美国的街头，会发现这里的胖子是真的多，动不动就100-200斤，身上的肉多到想要出个门都得坐轮椅，不然路是走不了一点。按理说胖子好，胖就代表家里有钱，吃得好。然而事实刚好相反，这些胖子不仅不是啥有钱人，还穷得要死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美国位于北美洲中部，与加拿大和墨西哥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937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3.33亿人。都说咱们的炒菜吃的油，可结果呢？美国的肥胖率超40%，稳居世界第一。全国有2/3的成年人严重肥胖，咱们和美国比起来，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。在我们这儿，一个大胖子可能偶尔出现一个，反观美国，大胖子可以说是随处可见，而且他们的胖还不是那种嚷嚷着要减肥的那种胖。他们胖到什么程度？动不动就是100-200斤的重量，身上的肥肉多到都耷拉在身上的地步。别说走路了，就是想要去逛个超市吧，还得在超市里租一个电动购物车。比如说美国沃尔玛就有这项服务，不知道还以为是给残疾人用的。好家伙，用上的全是胖子，这甚至都成了一种普遍现象。按美国自己的统计，他们的平均体重在170斤以上，因为实在是太胖了。有很多美国人得了糖尿病、心脏病等疾病，每年超10万到40万人都死在肥胖之下。更离谱的是，你以为这些胖子是啥有钱人？然而他们全都是穷人，而且越胖越穷。美国现在是最胖的国家，但不代表他一直都这么胖的。至少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，美国肥胖率不算高，绝大多数美国人的体重体型也很正常。那他究竟是怎么一步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呢？众所周知，美国人喜欢吃糖的程度就像江西、四川喜欢吃辣一样，做啥都得加糖，尤其是甜品，那糖简直就跟不要钱一样。喝杯黑咖啡，能在已经加了枫糖浆的情况下，还往里面疯狂加白砂糖。做个苹果派，面粉和糖的比例能达到1比1，你敢信吗？一口下去，简直能把人甜出糖尿病来。你说他们不胖谁胖？当然，他们能这么疯狂的加糖和政府有很大关系。当初尼克松为了能连任，就派新农业部长去解决国内高物价的问题。然而这个农业部长呢，也是不负众望，将农业现代化、工业化，使得产量增多，不仅解决了国内高物价的问题，而且还能生很多。恰巧日本发明了一种用玉米制成的甜味剂，正好被美国拿来处理多余的玉米。而这种甜味剂不仅口感和普通糖没啥区别，而且价格还要便宜1/3。从这里开始，这种热量爆炸的甜味剂开始充斥着美国的每个角落，替代糖成了食品的制作原材料。而这种糖因为不会被分解成葡萄糖，不能被人体直接吸收，而是变成脂肪，严重影响身体健康。恐怖的是，美国的制糖协会不会说变胖得病是因为糖，而是找几个科学家发几篇论文，然后大肆宣传变胖得病都是因为脂肪。美国绝大多数的胖子有个很有意思的点，就是他们都很穷，这就很奇怪。按理说胖子不应该都很富吗？毕竟有钱才能吃得起这么多东西，穷人没钱也就只能去吃草。而在美国，富人吃草，穷人反而大口吃肉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前面也说了，上世纪美国农牧业开始工业化，粮食和肉类产量得到极大的提高，多到甚至能拿出去卖掉挣钱。这也使得美国是不缺粮食和肉的，而且美国盛行快餐文化，可乐、炸鸡、汉堡不仅价格便宜，而且量还大。对于那些经济有限的家庭来说，自然就成了第一选择。他们不是不知道多吃点蔬菜比较健康，但问题是，就凭他们的工作，压根儿就买不起。随便去家超市看看，就会发现肉类价格和蔬菜没差多少，甚至要更便宜。那你说是花一样的价钱买一堆肉痛快的吃一顿，还是买一堆蔬菜回去？为了健康饮食呢，除了吃的东西热量爆炸以外，美国人还迈不开腿儿。早在上世纪，美国汽车的普及率就非常的高，而且美国又地广人稀，要是没辆车，想要出行都是件麻烦事儿。这也就导致美国人养成了不管远近，也不管去哪儿都得开车的习惯。如今有85%的美国人必须靠汽车才能出行。虽然美国靠着强大的实力提供大量廉价粮食，吃是能吃饱，但这些食物并不健康，越吃人就越胖，越胖就越得病，一旦得病呢就容易破产，没钱了就只能继续吃，最后陷入越吃越穷的死循环里。而美国人对自己的胖也没有丝毫在意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给你发财的小手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